这是我们土耳其航空的初体验，总共飞了4个航段，3个机型，777-300ER、Airbus 321、737-800，整体来说体验非常好。光体客机的芝加哥伊斯坦堡往返段，一上飞机，经济舱每个位置都提供过夜包，回程时更是 Lacoste 的。这2段都还另外提供给小朋友飞机造型背包的儿童过夜包。餐点吃到蛮多不同的选项，因为在土航 App 内，他们把2位小朋友的餐点预设为儿童餐，我就先把它换成犹太教节食跟无麸质特别餐，料理整体水平非常不错，因为土航的空厨是世界有名的。芝加哥出发时的飞机，根据 Flighty App 是2016年首飞的777，靠机翼这一侧的厕所也相当大，里面还有窗户，一次带2个小朋友进去上厕所都没有问题，走到侧的厕所就小不少。但回芝加哥的飞机又再老了5年，就不是这个规格了。伊斯坦堡贝尔格勒的2小时短程航线也是有供餐的，特别餐也有照上，不过就不是热食，但口味也都不差。需要大肆宣扬的就是土航转机的配套，10几个小时以上的转机很可怕吗？完全不会。土航有 Tour Istanbul、Hotel Service、Stopover in Istanbul 3个套装。Tour Istanbul 是给中停6小时以上的旅客提供6种不同行程的免费团游，申请好后会直接把你用大巴载到市区景点，再把你载回机场。注意你要确认自己有签证能进入土耳其，拿美国护照有先查过进土耳其免签。Hotel Service 是给中停旅客的免费旅馆。经济舱超过12个小时中停，商务舱9小时就可以到土航位在伊斯坦堡机场出境1楼的 Hotel Desk 申请。符不符合资格要到柜台他们说的算，有点拆盲盒的概念。这次回程我不符合资格，因为飞芝加哥当天起飞2小时前有一班贝尔格勒抵达的航班，官网上是说你离开伊斯坦堡的那程只要有更早起飞的航班，就算那班是满的，你也不符合 Hotel Service 的资格。但这样看起来好像进伊斯坦堡那班也会算进去。我的解读是进伊斯坦堡最晚航班跟出伊斯坦堡最早航班中间要有12个小时，但没关系。Hotel Desk 的工作人员说可以给餐券，而且5个小时可以领1次，入境跟不入境都可以使用。就这样拿了4份免费的 Popeyes 套餐，顺便坐下来安排最后一晚在伊斯坦堡的住宿。最后一天回芝加哥时提早到了机场，过了护照查验跟安检后，又去拿了4张餐券，吃饱喝足再上飞机。最后一个是 Stopover in Istanbul， 也是这次从芝加哥进伊斯坦堡中转贝尔格勒时使用的。只要有超过20小时的 layover， 不管上述最佳航班的条件，土航会直接给你1晚的饭店，而且直接到这个网站就可以查看资格。由于是君悦的爱好者，我选择了 Hyatt Regency， 但这边要注意的是，他们给的饭店都比较靠近市区景点，离机场都是1个小时的距离。如果搭计程车或 Uber 没有被坑，来回可能也要4000台币了。要有保障一点，透过饭店叫私家车来回也上6000台币，但其实还是比自己订这些饭店便宜，因为伊斯坦堡市区比较大的饭店品牌非常贵。在土耳其转机还有一个不错的地方是，携带5岁以下的小朋友有单独的证照验查跟安检，基本上完全不需要等待。总体而言，并没有碰上网络上说土航人员或伊斯坦堡机场工作人员态度差的状况。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拿美国护照没有语言障碍，态度又客气的关系。其实出发前就有在观望土航年底回台湾的票价，因为出现了4张来回票$3100不到的疫情前价。在飞到贝尔格勒确定体验不错之后，马上订了年底回台湾的票。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我们下集见喽。